敬、妖孽、脾气暴躁的赵露思是未来吗？近日，网上突然传出一段视频，看演员阵容是去年暑期热播的《星韩锦绣》的拍摄现场。这一幕应该是《凌不一天马厩少商》中的节选。视频中，两人一起骑行，吴磊情绪稳定，一直面带微笑，而赵露思则经常边哭边用脏话和吴磊打招呼。她对着吴磊喊出世界第一，连一句你有蛋糕更是好听。这段视频一出，赵露思的偶像滤镜就被砸了。没想到平日里的甜美少女也有如此狂野的一面。是什么让赵露思当众跟同事说好话？毕竟这件事真的不能怪吴磊。当时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就绪，导演也已经打电话开拍了。吴磊瞬间进入角色状态，开始骑马疾驰。可此时赵露思还在外面闲逛，玩弄着自己的头发，并没有听到导演的话。吴磊认为喊话的赵露思进入了状态，赵露思认为吴磊是在逗她。结果是全场的一连串难听的脏话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弱小甜妹。虽然事后吴磊和导演耐心解释，说是真的开拍了，不是恶作剧，但还是骂了他一顿。该视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论，赵露思的粉丝纷纷站出来为她辩护，称有人故意剪辑而不是原来的视频。当然，也有人对粉丝发布的所谓原创视频进行了反驳，批评的声音还是不少。这件事之所以在网上引起如此轰动，有两个原因。一方面，赵露思自出道以来就以乖乖女的人设，自然是清纯的代名词。第二，节目结束后，双方 CP 的粉丝都炸了。吴路克从生死中逃到他们身边，从一个场景逃到另一个场景。而这段视频不仅彻底改变了赵露思的形象，更粉碎了他们的 CP 梦。赵露思的团队很快就郑重声明，粉丝们也极力为她洗白，甚至提到性别问题。然而这段视频就在那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在这件事的带动下，网友们仔细研究了赵露思的过去，发现黑料从她出道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她的身体。原来在星韩还在宣传期的时候，赵露思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特意提到了赛马事件，不过她的措辞非常优雅。据她说，吴磊的马术好到马上就能骑上，所以她哭着告诉团队的其他人，这匹马疯了。可实际情况是，谁都知道开着，只有他一人走神，疑似推便盆。吴磊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，连忙解释说这场戏他没有马上行动。被赵露思开口的不仅是吴磊，还有另一位男神杨幂。大家都知道两人合作过 Try This World。在宣传剧集的同时，几位主创在线直播，在主人的要求下，两人将对方的容貌画进了心里。杨洋昭将露思视为愤怒的小妞，赵露思立马开始吐槽杨洋的坏脾气，但听完就转移了话题。她自己模仿杨洋所谓的脾气暴躁的场景，得了吧，赵露思怎么还没来？你怎么还没来？来吧，开始拍摄。可赵露思反正拍戏迟到了，她让全剧组等她自己的心愿。难不成这位姐姐真的是在暴露自己？随着她的事件，不少自称是业内人士出来疯狂道油，骚扰男同事，用同事的衣服擦鼻子，在片场用针扎丁禹兮等等。这种行为算不了什么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她在片场的很多行为都让人摸不着头脑。除了这些事件之外，娱乐圈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赵露思坏的谣言。早在2020年就有媒体爆料，某网剧小花气质大方，有2张脸，之前出演过多部萌剧。就这朵小花，断断续续的写了几百字，让人等了5个小时才有采访。她在采访中也冗长，语无伦次和不专业，心无旁骛的回答问题，经常用一句话表达问题，不允许在大纲之外提问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准备好的大纲60%的内容被直接砍掉，原本15分钟的采访被缩短为4分钟。这篇小文章发表后，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。任何人都可以猜到这朵小花是什么，他们猜呀猜，没想到是赵露思。圈内吐槽她脾气大，话痨的人不计其数。
一名文盲疑似胡同员工出庭作证，称赵露思说大话，拖延整个专案组的进度。但是这部剧被大家看了，他在里面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乏力，演技吹眉毛，飞扬的五官，这样的正剧配角都能碾压他，光看是不够的。不但没有衬托出原著人物勇敢、热血、豪迈的性格，还一副招来的渣男模样。即使在节目结束后，角色的背景仍然不清楚。都说立国就是立党，为此中央媒体几乎直呼无知。在接下来的采访中，入行6年的赵露思被问到，你心目中的演员是什么？结果她犹豫了半天，说演员是我自己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回答不如同样文盲的刘浩坤顺眼。毕竟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学历并不是那么重要，但如果脑袋真的是空的，又怎么可能对角色有一些了解呢？细数赵露思这几年的作品，几乎都是古装剧，这种剧对演技要求不是很高，尤其是让她走红的陈芊芊，基本如出一辙。甜美可爱到可以当沙雕，再加上剧本给力，自然会跟风。还有她演过的角色几乎都是同一类型，人物的故事情节也很简单，长得好看就行。可直到她脱下古魁的外衣，她的破绽才会暴露无遗。韩式凝视法则贯穿于她出演的所有影视作品，稍微复杂一点的角色她都抓不住。萌妹子是人设还是真人？其实赵露思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小网红了，很多女生都喜欢用她的照片做头像。大一的时候，她开始进军娱乐圈，经纪公司刚好和某影视网站火星情报局合作，她顺其自然成为常客。不仅如此，湖南卫视知名主持人王涵还对她进行了照顾。不久，她在居正的新剧《风源》中饰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。这部剧大家都知道，关晓彤被吐槽了很久的颜值，而里面的新生儿赵露思和白鹿可以说比主角还要出彩。后来赵露思凭借美貌破圈，几部萌宠小网剧一直到《皇帝陛下》都是女主。凭借一口混血儿方言和足够多的沙雕，她成功出圈，首次受到大众关注。而她似乎找到了密码，一个沙雕。在影视寒冬里，她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同样类型、同样演技、不同颜值的小网剧接踵而至。陈芊芊之后，她的人生出现了转折点，逐渐从小网剧中崭露头角，经常出演各种木偶戏，经常在木偶戏中站稳脚跟，同时也加强了自己的演技。无论是《3000鸦杀》还是《长歌行》，她都是一个天真、善良、细腻的小白花角色，也符合现阶段流行的美少女设定。这些天真烂漫的角色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，也成功将她推上了95花的上游位置。她一步步的成功，可以说是靠资本造星的结果，从最初的甜妹设定，到通过无数的剧集巩固印象，从而稳固了这个设定。明明演技跟不上她的发展，但资本还是把她推上了女主的位置。但在精致人性化设计的包裹下，核心支撑力不够，像吹气球一样紧贴针尖，气球越大就越危险。结语：从现在的娱乐圈发展来看，95小花基本走的是甜美少女的路子，但是蛋糕这么大，分蛋糕的人却越来越多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。赵露思走到这一步并不奇怪，资本造就的明星都是唬人的场面，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分野回归是迟早的事。不管这些舆论最后的结论如何，赵露思在观众中的人气其实已经下降了不少。现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专心演戏，利用当下提升演技，踏踏实实做自己该做的事；要么流量会不断推开，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黑料被资本挖出，并最终抛弃。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，是踏踏实实做一个演员，还是踏入流量的深渊，就看她的选择了。范爷在机场偶遇杨一下车就抱住他的腿往前走。一些粉丝在机场遇到了杨下车的时候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。在车里坐久了，我的腿似乎有些麻木了。
我想上次腿麻没好是因为在马桶上蹲的时间太长了。为什么杨洋没有义务做偶像？